是一个金牌作词人，熬了3天3夜只为完成女友新的专辑曲谱。他听完 demo 后又拿起 U 盘就走，我知道他又要拿去给新人填词了。可这一次我拦住了他，因为这是我倾尽所有情感所做，是对他最后的告白。而他只是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方圆，你不能这么自私，总要给新人一个出头的机会。我沉声问，如果我要分手呢？却没想到他只是唇角一扬，嘲弄般笑了。别拿这个威胁我，离开我，还有谁能唱你的歌？我无言对对。白宁冰难得耐心地转身回来，轻托起我的下巴，非逼得我一双狼狈的红眼落入他的眸中。更何况阿元能写出这样的一首歌，你就不可能离得开我。原来他也能清清楚楚感知到这首歌里我对他毫无保留的爱意，可他选择把我的表白转交给另一个男人。白宁冰好像很满意这样的局面，满意我谱出的曲，也满意我又一次为他示弱的这副模样。禽兽就是小孩心性，乖，别为了个小男孩闹脾气。说完，他指尖的温度骤然远离，门轰然关上的那一刻，我低头看向手机，从刚刚开始就一直震动个不停。我叹了口气，如果我猜的没错，恐怕又是那个人。锁屏刚打开，就跳出来一大串消息：方老师，你来我们公司，工资随便开，保证把你当菩萨供着。方老师，你家垃圾桶可以卖给我吗？价格你开，我拿回来翻一翻，看看有没有被你不小心丢进去的沧海遗珠。不愧是近期当红元气爱豆，柳如烟是真的活泼，嘴巴跟弹簧一样叭叭个不停。手机往上翻，屏幕上全是他的自言自语，我从来没有回复过，看得我还有点愧疚。翻着翻着，我心头一动，被白宁冰带走的那首歌，原本就是我给他，也是给我们未来的最后一次机会。既然他已经做出选择，我也要为自己早做打算。思来想去，我犹豫着在和柳如烟的对话框里打下几个字：情歌，你会不会唱？既然能捧出一个白宁冰，就能捧出一个柳如烟。我决定听白宁冰的话，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只是他托举禽兽掏心又肺肝的，不似对小辈的指点，倒像是对祖宗的供奉。供奉什么？总是要图谋什么的。我不一样，柳如烟身上没甚可图，这人倒是曾几次欲盖弥彰的发了几张自己的自拍照，隐约露出些许春光、香肩锁骨之类的，又总是撤回，然后发几张传说中的黑卡各个角度的他拍照，继续撤回。思路嘛倒是清晰的，人这辈子要么图个色，要么图财，平日还总是发信息卖乖，铁石做的心肠也要软3分。可惜碰上如今的我，被时光拖拽的耐心慈悲心统统抛却的时候，所以面对殷勤陷到腿软的柳如烟，我心无波澜，面不改色，只说了一个字：唱。我把手上的 U 盘交给了他，这里面装的是原本为白宁冰写下的其他新曲。柳如烟倒是乖觉，没再继续师妹，转而捧着 U 盘如获至宝。方老师，你放心。方老师，你放心，我一定比那个老女人强。我好像有哪里不对。然而柳如烟一开嗓，我紧皱的眉毛缓缓舒展了。白宁冰在娱乐圈里生于情歌，长于情歌，他那一口略显沙哑的嗓子自带故事感，很容易将人拖入爱而不得的悲苦中。柳如烟则不同，她比白宁冰小5岁，嗓子清透明亮，哪怕唱分离，都带着一股别怕，我的亲爱，月球而已。隔日我便造火箭与你重逢的黏糊劲儿，和如今的白宁冰完全不同的路子，倒有些她刚出道时的影子。彼时我对我们的未来乐观过了头，写出的歌浪漫又甜蜜，是受诸多备婚新人青睐的婚礼进行曲的不二首选。那些年我和白宁冰相互成就，她成为国内乐坛冉冉升起的情歌天后，我一跃而上，竟也跻身于国内顶尖词曲制作人的行列。多年来，我们始终屈居星耀传媒这个小公司。白宁冰是因为早期合约所累，我却是自由的。人人都知道我留下是为了白宁冰，她也心知肚明，却迟迟给不了我该有的名分。起初是我不愿意公开，担心影响她的前程。到如今，她已稳坐歌坛，成为内娱苦情歌的扛把子，却再也没有提过要公开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白宁冰遇到了禽兽，起初她只是说让禽兽参与我的作词。虽然我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很高，并且有些强迫症，不太喜欢别人动我的东西，但我是愿意带新人的。没想到禽兽固执己见，听不进去我的指导和建议，一连写了几版，我都很不满意，他却不愿意再做修改。我有身为创作者自己的坚持，不可能任由别人乱七八糟的词嵌入我精心做出的曲里，最后只能自己重写。但我没想到的是，白宁冰最后敲定的是禽兽的版本。当我从他嘴里听到熟悉的曲调和狗屎不通的歌词时，很是震惊。搞错了，上面提交的时候是不是把禽兽的歌词提交上去了？我懵了。白宁冰一脸漫不经心，仿佛这不是什么大事。没搞错，你的词不如禽兽的活泼，公司最后选用了他的版本。我几乎是脱口而出，问了一个傻问题：苦情歌要那么活泼干嘛？白宁冰不耐烦了，在他身后禽兽拉了拉他的衣角，眼眶都红了。我知道自己的词肯定配不上方老师的曲子，算了吧，白宁冰，还是把词换回来。我松了一口气，心想禽兽也没那么固执，甚至有些愧疚之前对他的印象是不是有点太先入为主了。没想到白宁冰气得牙痒痒，轻轻捏了捏禽兽的脸颊，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味。我才是唱这首歌的那个人，我就觉得你的词挺好的，朗朗上口，那么谨小慎微干嘛？给你这个机会就好好抓住，不用怕。禽兽破涕为笑，鼻音很重地了一声。我看着这一幕觉得很荒谬，谁也想不到那只是一个开始。第二次他又没用我的词，可这回我根本没带着禽兽一起填词。面对我的质问，白宁冰轻描淡写的说，他早就把新歌 demo 拿给禽兽了。说着他像是想起了禽兽当时的反应似的，笑得很是纵容。这个小傻瓜收到曲子就高兴地蹦了起来，连夜写出了词，觉都没睡。我只觉两眼一黑又一黑，他是不知道上一首歌出来之后，白宁冰新歌难听直接上热搜了吗？白宁冰还真是不以为然，不管谁发专辑都会上个这样的热搜，你还没习惯吗？
别太针对禽兽了，他比我们小整整3岁，还是个孩子呢。因为这件事，我跟他冷战了3天。然而冷战这种事本来就是他教给我的，我自然落不到什么好。挣扎过后，还是一如既往的贴了过去。可俗话说事不过3，这次白宁冰直接不演了，当着我的面就要把我的歌拿给禽兽。在大度，我也无法接受有人几次3番蹭我的曲子，更何况还把词做成那样，毁我招牌。前段时间与白宁冰新歌难听交相辉映的就是方圆江郎才尽，因为之前禽兽练手的那2首歌，作词一栏都还是数了我的名，美其名曰不能抢了我的风头。不知道这次他又要出什么幺蛾子，但那都不是我要管的事情了，因为我的辞职信已经放在了吕总桌上，分手通知也已经发出，只是白宁冰一直没有回复，可能在他心目中仍旧把这归为了我试图逼他重视自己的幼稚举动吧。所以一直到他回到家，看到空了一半的卧室，这才有了些许的真实感。方圆，你这是什么意思？白宁冰发给我一堆照片，照片里衣柜只空了一个角落，因为家里大部分衣服都是他的。原本我们的合照贴了整面墙，如今干干净净，就像是镜头里的那些幸福时光从未发生过。还有花园里，我搬走了那一盆开得最糟糕的绣球，只有这一盆是我亲手照料的，就连少了一把水果刀的厨房都被他拍了进去。这么多照片，白宁冰对家里的变动竟然一清二楚。今晚我不回家，明早我回来之前把一切回归原样，我还当日子跟从前一样过，真是难得。圈内传闻脾气最是古怪的白宁冰也有这么善解人意的时候，可谁稀罕呢？今年你28，我27，早就不是从前了。消息刚发出去，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响铃，是白宁冰，他竟然找到了这里。曾经我们早早看好这个小区的楼盘，天天一起往这儿路过，盼着攒够钱就来买。后来真的赚了很多的钱，我高高兴兴的付了定金，想给白宁冰一个惊喜，没想到他让我把定金退了。他说今时不同往日，先前看好的小区不适合他的身份，最后买下了后来住了5年的那套别墅。他不知道的是，当年我没去退定金，反倒是一次性付清，直接买下了这套房。本来就是我们2人的执念，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渐渐变成了我一个人的。我一直以为他已经忘了，后来每次我们一吵架，你就往这里跑。其实我都知道。刚打开门，白宁冰进门就像进入自己家里一样自然。原来他一直都知道，可他还是任由我一个人躲在这里熬过那些艰难的时刻，等我自己将所有的情绪都咽下去，舔着脸去找他和好。到那时候，他在一脸胜券在握的表情，无所谓的笑笑。好啊，你想通了就好，我们的日子还像以前一样过。每一次，你的审美还真是10年如一日的没变。白宁冰第一次见到屋内的陈设，走走停停，颇有些怀念。就因为我让你给禽兽一个机会，连分手这种伤感情的话都能挂嘴边了，还真是出息了啊，方小圆。他凑过来想要如往常一样捏捏我的脸，我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他无可奈何的轻捏禽兽脸颊的那一幕，所以我后退了一步。半晌，白宁冰收回凝滞在空中的那只手，眉眼舒地淡了下来。行了，我都亲自来接你了，给台阶你就下，再闹就过了。我却打开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匣子。星耀传媒去年总营收5000万，其中我的版权收入占1/5。公司不靠我一个人赚钱，但他这么多年从我手上分走的钱，你可以算算有多少。白宁冰愣了一下，我轻抚阳台上的绣球，慢条斯理地纠正他先前的说法。新人要出头可以，但不能是用我的曲子，不能是踩着我的头上位。这句话的指向过于明显，白宁冰的眉头皱了起来。话别说的那么难听，禽兽单纯又知恩图报，每次也给你送了不少谢礼。话音刚落，我扑哧一笑，像是听见了世间最大的笑话。谢礼？你是指发了芽的那袋土豆，还是说黑了一半的半斤香蕉？白宁冰看向我，十分失望。方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计较了？我淡淡一笑，我一向计较，只是你忘了，先前你头脑一热跑去一部粗制滥造的古偶剧里面露脸，被全网黑。那时候是我把那些威胁到你人身安全的黑粉一个一个送进去的。白宁冰曾经跨界去客串过一部古偶，呆板的演技被骂得体无完肤，颇为狼狈，像是曾经在某个领域已经达到顶点的神突然被拉下神坛。在他去之前，我当然劝过，但耐不住禽兽一脸崇拜地说白宁冰姐姐长得这样漂亮，去演戏肯定更加吸粉。白宁冰早年忙碌奔波，没有能力护住谁，如今老房子失火倒，愿意无限纵容起来。为了禽兽一句话，他设下脸皮踏足自己根本一无所知的领域，以至于被部分营销号调侃说差点晚节不保。提及往事，白宁冰默了默，他对禽兽一开始是纯粹的同情，到后来怜惜有一些，真心也生出了几分。他开玩笑似的轻叹，就像看见一只淋了雨的猫一样，你的屋檐借他避过一次雨，就免不了担心之后的每一个雨天。说到这里，白宁冰咂巴着回了个味儿，低声喃喃，养个动物也会生出点感情的，更何况是怀抱一个风度翩翩的人呢？我点点头，帮他补充，他对此不置可否。但是阿元，白宁冰认真望进我的双眼，看似颇为诚恳，那都是逗个乐的事儿，你是最了解我的，孰轻孰重我分得清，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你在我心中的地位。我也始终相信，在你心里我也是同等的分量。我抹撒着手中刚收到的柳如烟诗录的几首歌，没有说话。他还没有看到我递出的那封辞职信，也没听过剩下的这几首歌。给他的那一首曲名为告别，实则是告白，句句都在说再会，又勾勾缠缠不肯离开，是我一贯的风格。白宁冰吃定了的。对于写出这样一首歌的人来说，离开他是一桩比委屈自己更痛的事。可他着急忙慌，只听完了这一首，剩下那几首新歌，如果他听过，不会这么笃定。别吃醋了，白宁冰自认为这一番抒情情感饱满，姿态也给得足够的低，他在等我识趣。我却岔开了这个话题，想不想听一听我这几个月写出来的其他歌？他身体顿时舒展开来，慵懒地靠在沙发中间，唇角噙着一抹笑。在他看来，这就是我递出的和好的信号了，因为我的歌千千万万首，只是变着花样的写我是如何的爱他。
好啊，我是不担心我们方老师的能力的。可他的笑只维持了5秒，音响里柳如烟清亮的声音甫一响起，白宁冰立刻沉了脸，但他没说什么，倒是铁青着脸，认认真真的听完了一首又一首，直到播放器又循环跳到第一首。你真的考虑清楚了？白宁冰低着头，整张脸都没入阴影里，看不清神情。我今天跑来这里找你，就是个笑话。他自嘲一笑，说完，白宁冰头也不回的离开了。门关的震天响，我的辞职信惊动了星耀的老板吕峰，他心有不甘，却没有徒劳相劝。早知道留不住你，吕总做事总是体面的。他对这里面的弯弯绕绕看得门清。禽兽刚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妙。白宁冰被明丽蒙了心，拖了你这么久，我明里暗里早敲打过他几次，偏偏又遇上禽兽。我当时心想，完了，我的阿元，我的大摇钱树留不住了。吕峰点燃一根电子烟，语气里的惋惜令人动容。我低头抿了一口咖啡，抬头笑得释怀，别搞得跟生离死别一样，以后又不是不能合作了，就像是多年老友一样。吕峰对我略有埋怨，更多的却是祝福。去吧，去更好的地方，遇上更好的人。分别前，他感慨万千，走了也好，白宁冰配不上你。我笑了笑，可能只有他这样想，旁人都以为是我高攀了他。刚和吕峰分开，我就收到了白宁冰的消息，有必要辞职吗？做得这么绝，我还没来得及回复，对面撤回了，最后换成了一句颇具威胁性的狠话：方圆，你别后悔。我不后悔。那首主打歌我留给了白宁冰，看的是吕峰的情面，至于其他非主打，就只能另寻高就了。反正我一向卷生卷死，给大家留下的时间还有很多。1周后，主打歌《零落雨季》先行发布，又是一场热闹。这一次白宁冰要给禽兽全部的体面，终于给禽兽署名了，这下粉丝都懵了，这作词人他爹谁啊？我方老师呢？有没有人觉得这风格跟前面那2首仙曲烂词挺像的？看吧，自然有人发现真相，不用我澄清。这一次白宁冰新歌《难看》冲上热搜，头一次见谁的歌是以难看出名的。我不由一乐，那歌词我看了伤眼睛，谁家苦情歌唱着唱着会突然加进来一句你爹今天还好吗？听得我胸口疼。这禽兽谁啊？填词的时候是不是喝猛了来的？颠三倒四，不知所云。零落雨季下载量一如既往的爆了，底下评论却褒贬不一，甚至有乐评人辣评这首歌满分10分我打1分，取10分，词9分滚粗。就在众人热议时，柳如烟发布了新的专辑，整个公司斥巨资宣传，她更是敲锣打鼓，恨不得把街上的狗耳朵都拎起来听她唱歌。这可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和方老师的名字并排，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尤其是某个老女人。后半句话柳如烟说的小声，我当没听到。这么大手笔的营销，得到的回馈也是显而易见的。卧槽，看他脸以为是个草包，没想到一张嘴是个小情种来的。没有人发现这张专辑是方圆亲自操刀吗？我靠，难道跳槽了？以前他可是白宁冰的专属词曲人，不管了，我先加入循环。好久没听过这么阳间的仙曲了。也有少数评论莫名真相了，咦，怎么感觉这专辑的概念和白神的先行主打有点契合啊？这点又很好解释，废话，曲子都是方老师写的，当然会像。短短1周时间，柳如烟的专辑无论是讨论度、销量还是榜单名次，全都力压白宁冰。这是第一次，大家心中的白神搞了个无效回归，以至于后续其他歌发行的时候，差点落得个查无此歌的下场。白宁冰这次的回归无疑是失败的，各大营销号、乐评人都在探讨白宁冰号召力不如以往的原因，其中绕不开的话题一是我的跳槽，二是禽兽到底是何方大神。很快，他们就知道了第2个问题的答案。有人偷拍到白宁冰和禽兽的合照，照片里禽兽在奢侈品店内选购，白宁冰没有进去。他好像几日未曾精心打理妆容，头发也长了些许，带着点自然卷，原本稍显落魄的扮相，又被他精致的五官综合平添几分风情。窗内一心选购，满脸欣喜的俊男，窗外低头抽烟不知在想什么的流浪艺人。这张照片拍得极好，网上说是将其称为白宁冰的人生照片也不为过。好长一段时间里，总觉得白神的腔调美则美矣，人却像个没了灵魂的木头。其实近期几次回归，他都再也没能唱出刚出道那时候的味道了。情歌天后没了情怎么行？不过这张照片倒是有那感觉了，我有一种预感，叫他此刻再唱那几首歌，效果定不一样。我忙于为柳如烟制作新歌，没怎么理会外边的声响，直到某个夜晚，苦于一段久久不能衔接的旋律，我点开了一向喜欢收听的音综，想看看能不能寻回些许灵感，却没想到一点开就听到白宁冰的声音。他瘦了些许，脸庞的轮廓更为清晰锋利，眼尾却总是微微垂下，一副怜悯众生的模样，是他多年情歌唱下来的旧戏。他分明许久不曾参加综艺，说是没那闲心，不知道这又是唱哪出。屏幕里，白宁冰手持话筒，薄唇一张，就是一句情诗，温柔缱绻的，仿佛面对的不是冷冰冰的镜头，而是放在心底的爱人。我不由微怔，弹幕里一堆尖叫，乱声中有人打下无数感叹号。我就说，他又变回曾经那个白宁冰了。有没有家人懂我？我不懂，只觉得这才是这首歌一开始写出来时我想象中他的模样。回过神来，我莫名眼眶一热，可惜啊，可惜歌还能一次又一次的翻唱，总能唱出他原本的风味，人却经不起打磨，一吃痛，免不了便松开曾经紧握的双手。毕竟人心总归是肉长的，经那一层又一层的剔除剥落之后，就留不下什么了。那一次白宁冰撂下狠话之后，熬了半个月没有联系，头一回他没熬过我，他几次来电又被我几次挂断，突然就好像没了脾气一样，转而发来几条信息，就算是结束前再一起吃个饭吧，体面点。阿元，我视若无睹，都要结束了，我为什么还要遵守他的规则？有跟白宁冰吃饭的功夫，
还不如多给柳如烟写2首歌。那时候柳如烟凭借新专辑，身份从偶像渐渐转换为歌手，她姿容过硬，本身粉丝群体就不小，又靠着新生代情歌小王子的标签狠吸了一波事业粉。少女的前程如日中天，腾飞的比白宁冰当年还要容易，因此来找她唱 OS 的大制作不少。我忙得晕头转向，仿佛又回到了最初一心博前程的日子。柳如烟比白宁冰好的一点就是她很听话。成名之后，白宁冰经常要跟我唱反调，她开始偷懒，依赖一些不那么费力的唱法，粉丝把这当成她独有的慵懒劲儿，我却总觉得她的唱腔里没了情。柳如烟不一样，她像是没有骨头一样的依恋我的指导，我怎么说她怎么唱。有时候我隐约感觉她将是我塑造的最完美的一件作品。我无数次戴上耳机，一遍又一遍地听着柳如烟的声音，隔着一块玻璃墙，柳如烟在录音棚内不厌其烦地跟着我的思路调整。每一个深夜，公司整栋大楼只剩下我们2人头顶上的那盏灯，直到唱到我满意为止。她年纪小，经得起折腾。为了奖励柳如烟的乖巧，我会带柳如烟去吃我最喜欢的那家馄饨。第一次去的时候，老板笑着打招呼：“早该换一个了，先前那个都多久没陪你来了？”他说的是白宁冰。自从住上那套别墅，白宁冰再也没来过。好长一段时间里，每当熬夜写歌没了灵感，都是我自己开车过来吃上一碗热馄饨。柳如烟像是得了夸奖的小猫一般，笑得眯起了一双桃花眼。老板生意兴隆，水灵哦，小姑娘长得好看，嘴巴讨喜，老板把她夸了又夸。吃完馄饨，柳如烟送我回家。经过多次驱赶，她终于依依不舍地驱车离开。等到这时候，有一个人影才从氤氲的灯光中走了出来。已经是秋天，白宁冰却只穿了一件薄 T， 露出一双长臂。曾经她最荒唐的时候，不顾我反对，一意孤行陪心中的小伙子纹了身。此后很长时间里参加节目都需要特意化妆用来遮住纹身。现如今白宁冰站在我面前有些局促，手臂上刚洗掉纹身的那一块通红一片，好像有点发炎。她说：“如果我变回以前的样子，阿元，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这段时间我忙于工作，不知道外界发生了很多事，比如白宁冰在演唱会上唱那3首禽兽作词的歌时被很多人抵制，事情闹得很大，甚至有人往舞台上扔矿泉水瓶，砸得他进了医院。白宁冰自嘲一笑，他说禽兽对他所求无度，金银珠宝只是最基础的东西。等他瞒着白宁冰站上音综舞台，他才惊觉自己竟被个小伙子耍了。他也没想到禽兽不甘只在幕后作词，他真正的目标是出道。为了自己的前程，禽兽让白宁冰去担任他参加的音综的评委，好给他大开绿灯。白宁冰渐渐不耐起来，原来想要成全一个人的成长是这么劳心费力的事吗？他忽然想起来，曾经的他也是这样对方圆的。方圆作为词曲制作人拿了无数大奖之后，圈内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他一律推了，回头却发现白宁冰为了送出自己的人情，已经帮他接下了不少烂摊子。方圆为此给很多烂剧写过歌，竟然也带火了一些烂剧。他做事认真，有口皆碑，白宁冰要什么他就给什么。他那时候会对白宁冰的一味所求觉得不耐烦吗？白宁冰苦苦思索，却怎么也想不出来方圆对他甩脸色会是什么样。他见他总是笑意盈盈，眼里全是亲密，可他推开了他。白宁冰越想越是不解，一开始他想在娱乐圈混出个名堂，分明就是为了自己变得强大后好去保护方圆。可他现在真的混出成绩之后，却把可以替人遮风挡雨的那把伞倒向了另外一个男人。这一刻，白宁冰有些后悔了。他的后援会里影响最大的一个战歌，是知晓白宁冰和方圆之间的关系的。他语重心长，在脱粉前写了一篇小作文，是离开前最后的规劝。看看这些词吧，在方老师心中你是什么？如今你又像个什么？无论从事业上还是私人情感上，你好像都做错了事，选错了人。所有人都说白宁冰没能留住方圆是在自毁前程。娱乐圈海，有真心的人不超过10个数。白宁冰手边曾经分明紧紧攥着一颗，是他自己松了手。可他懂得这个道理太迟了。如果白宁冰变回原来的样子，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这个答案他分明是知道的，却非要走到我面前来，想要亲耳听到我的回答。不可能了，白宁冰。他努力提起来的一股气突然就松懈下来。以前我最烦人死缠烂打，既不体面也无意义。可我现在明白了，人一旦真的有所求，哪还管脸面这种东西？临走前，白宁冰还是没忍住问道：“刚刚送你回来那个人是不是柳如烟？他在追你吗？”我没有给他任何答案。隔日，白宁冰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篇长长的文章，从2个孤儿小心翼翼地向彼此靠近，到2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再到最后分道扬镳，并未指名道姓。可所有人都猜出来故事里的2个人是谁。因个人人生规划问题，我将暂时退出大众视野。我想找回对我而言真正重要的那个。柳如烟确实是在追我，她的告白字字句句真诚笃定，模样渐渐与往昔的白宁冰重合。只可惜大浪淘沙后，退却的海水卷走了她的赤诚，留下一地不堪的碎屑垃圾。我仍旧是留在岸上的那个认真的那个人。所以面对柳如烟的告白，我也听得很认真。我相信你此刻的话是真的。闻言，柳如烟的眼角弯起一点快活的幅度，可我摇了摇头。但人会变，你没办法保证以后，我也不想去赌。那一点点的快活凝在眼角，时间长了便染红了眼尾。她仍旧是笑着的，模样却难过得很。方圆，你这样会保护自己，我是应该为你开心的。可我一想到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你变成这样，就恨不得将那个罪魁祸首千刀万剐。他没有急于为自己说更好听的俏皮话辩解，只是日后仍旧长久不断的存在于我身边。人人都知晓柳如烟在追求我，人人也都知晓白宁冰还在等我回头。2人目的一致，便免不了时常相撞，偶尔面碰面，互唾一把口水以示和平。
真上头的时候，两车一道送去维修也是有的。柳如烟年纪小，想到她那乖乖笑着的脸上可能留有疤痕，我也是不忍的，就如同当年白宁冰不忍让禽兽失落一样。因此我赶到医院，先是关心了柳如烟的一样。因此我赶到医院，先是关心了柳如烟的一张脸，落在白宁冰眼里，他忍不住奚落：阿元对你也就是看你年轻有副好皮囊，分明很计较我的眼中没有在第一时间装下他受伤的模样，却硬要把话怎么难听怎么说。我懒得搭理，柳如烟却摇头晃脑，把脖子撑到他面前，急欠的样子。我还有盐可以悦哥哥的心，暖哥哥的目。阿姨你呢？你拿什么去求哥哥回头的？眼角的鱼尾纹吗？他只有在白宁冰面前才称我哥哥，明目张胆的气他，白宁冰却老要吃他这一套，他气得牙痒，眼神凶恶的让人以为他会一口把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吞下去，却闭了闭眼，沉下那一口气。阿元，我不信你会喜欢这样油嘴滑舌的女生。她的嗓音得天独厚，是我曾经迷恋地摸着喉结要刻进心底的秘密。可如今我只是翻个白眼，我喜欢她叽叽喳喳的，比前2年你同我在一起时总无话可讲强。柳如烟尾巴顿时翘天上去，她乐得不顾伤势，一把捧过我扑在怀里，深深嗅了一口。我就知道她知道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的眼睛比前些时日她送来的珠宝还要闪亮，一时晃得我眼花，因此我也就没有注意到一旁白宁冰受伤的眼神。但就算是注意到了，又怎么样？是崭新的宝石迷人，还是回头一身陈旧味道的纱巾更留得住人？我自有主张。冬至那天，我远赴海外进修，消息谁也没告诉我。飞机落地后，柳如烟和白宁冰的消息相继插入，说不上来谁比谁的多。我挑挑拣拣回了几条柳如烟的消息，却没告诉她如今在哪。她应当是懂我的，见我避而不谈，便乖乖按下所有躁动的心思，转而问候我的身体和心情。我会心一笑，难免为她的体贴窝心。至于白宁冰，一通电话打来，急匆匆就是质问，无可奉告，再打拉黑，没心思与她纠缠，索性警告一番，手机因此安宁了大半天。第2天才收到白宁冰长长的一条信息，宛如高中生写作文一般，怕你嫌烦，把想说的话堆在一起了，只浏览了第1句我就划了出去，太长不看。独自进修也是放松身心的好机会。研修即将结束的前几天，我去了海边，这里的海岸线格外的长，我心念一动，不知其尽头是否能够连接我的故乡。一想到柳如烟就站在海岸线的终点，翘首盼着我回家的小可怜样，我不由乐弯了腰。乐着乐着，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那一瞬间，海浪声都不及我胸口的鼓噪，小小的浪花去了又来，交缠着我的脚踝，留恋着不肯离开，就像是柳如烟一样。这么多年来，她嘴上不曾承诺什么，却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当初最简单的告白。堂堂李家小公主，要什么没有，非要守着死在方大作家的门口才算安心。外界说什么的都有，我却仿佛是在此刻才头一次看到那个人的真心。正愣半晌，那朵缱绻的浪花身上渐渐镀上一层金色，我抬头望见远处异乡的日出，忽然笑了。一段好时光，一颗金灿灿的真心啊，我哪个都不想辜负。临走的时候，小浪花卷来一颗极漂亮的海螺，送到我的脚边。这海螺模样标准，纹理深刻又神秘，想必方圆数里也难再遇到，已是这朵浪花多年的珍藏。谢过浪花后，我已经想到要把它送给谁。3日后回，我发出一条信息，心中跃动不已。但我没想到，刚下飞机就看到2个接机牌，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来自柳如烟，另外一个不提也罢。好巧，你怎么知道是这一趟？我语气惊喜。柳如烟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神秘一笑，还没来得及像以往一样献宝表演，一旁的白宁冰冷笑一声，揭穿了他的神秘。哼，巧什么？他昨晚上11点就过来了，我跟着这丫头来的，一直守到现在。说完，他不甘心似的，一把挤开柳如烟，想要帮我提过行李箱。阿元，你回国的消息都没有告诉我，要不是我看这丫头有异动，说不定就错过了。我正要夺回自己的箱子，只见一双运动鞋飞快踩在一双皮鞋上面，并且狠狠地碾了碾。白宁冰瞬间放开行李箱，哀嚎起来。柳如烟顺势接过，一手一个行李箱，喊我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有老女人的臭味。我这才注意到她也带了个箱子来。这个见我投去好奇的目光，柳如烟打开了箱子。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也去了很多地方。这个是湾省盛产的茶叶，你熬夜的时候也不要只喝咖啡。这是 M 省的首座糕点，据说里面加了只有当地才会生长的植物。你喜欢吃当地才会生长的植物，你喜欢吃甜食，应该会喜欢。那个行李箱里满满当当，可能把全国各地的特产都带上了。以往柳如烟也送过不少珠宝首饰，却没有一次让我觉得如此动容。她记得我曾经说过想要把中国都走一遍，我这才惊觉她的脸好像是黑了点，有了点女人的风韵，不再只是一副少女气的模样了。你不是想到处去采风吗？我就想着先跑一趟，替你把雷踩一踩，往后再陪你去的时候不至于两眼一抹黑。至此，我心脏跳动的轨迹肯定了她的情真，于是我将手里的盒子递给她。巧了，我也有东西要送给你。柳如烟受宠若惊，给我的。她急得像猴一样飞速打开盒子，看到里面一颗海螺，傻气的笑了，真好看。白宁冰原本还在一旁上蹿下跳，指责我俩把她当空气，此刻却没了声。余光中我看到她死死地盯着那个海螺，面色铁青。我们曾经在一起那么多年，我想她最清楚这只海螺意味着什么。阿元，你真的想清楚了吗？白宁冰伸手想要拉我的手，却只拉到一片衣角。我转头看到她面色惶然，仿佛一株大树刚刚发现一枚叶子的离去，痛不欲生。我一直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你也是时候醒过来了。白宁冰，我轻轻把衣角抽回，留下白宁冰突然的手。那双手曾经抚摸过我的脸颊，曾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替我拂开遮在眼前的碎发。如今我决定把它留在身后，突然想去感受另一种新的温度。30岁正是重新起航的好时候啊。